我跟他提分手就是一时冲动，没想到他一下子就答应了。我们差7岁，我以为她就是一个单纯乖巧的小女生，没想到她其实又幼稚又任性。我觉得这些都是他的借口，他就是早想好要跟我分手了。要分手的是他，要复合的也是他，这段感情对于他来说就是一段儿戏吗？我现在都主动低头了，他为什么还不满意呢？分手情侣求复合，掌声请出他们，掌声有请。男嘉宾朱先生30岁，来自安徽，自由职业；女嘉宾冯女士23岁，来自江苏客服。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今天是来求男朋友复合的，是吧？是的，分手有多久了？过年的时候分的手。过年的时候分了手，可有些日子了哈。这中间有联系吗？不是特别多，主要是他不爱搭理我。啊，因为当时我是在家里边学车，然后白天练车，晚上还要去做兼职，所以说比较累。这肯定都是借口啊，怎么可能累到连消息都不回一条？人家要跟你都分手了，回啥消息啊？也不是故意要跟他分手的，不是后来后悔了吗？哦，你后悔了哈？对啊，找他复合。因为当时感觉他是蛮认真的啊，然后我就两个人都在气头上面，也就答应了。明白，其实心里还有点舍不得，对吧？有一点，要不然今天不可能来嘛。对对对。说说你们在恋爱期间、分手之前，主要都是哪些疙瘩嘛？刚开始的时候呢，他大学刚毕业，说要去上海去找我。啊，我感觉呢，上海生活压力比较大，我就不想让他去。但是他这个人呢，特别的任性，他连通知都没通知我，就自己就跑过去了。他去上海是吧？为了找你啊？对对。那不应该挺开心的吗？因为上海两个人嘛，压力比较大，我工资也没有多高。他去上海是让你养活吗？我没有说非要他养我呀，而且我去上海，一方面肯定是为了他嘛，不想谈异地恋。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想去更大的城市发展，去了之后吧，没想到他真的就不管我，把我一个人扔在青旅扔了几天，一气之下嘛，我就跑北京去了。去北京干嘛？找工作呀。因为当时我看他这么任性，然后我也特别的着急，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然后说要不你来上海吧，我们一起去奋斗。然后又找了一间房，然后在一起，他找工作，然后我上我的班。哦，去了北京你又把他叫回上海了，对对，因为他一个人，一个小女孩在外面，我也不放心。跟他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感觉呢，他特别的自我。有一次呢，本来说都已经约好的，说要去看电影，突然间他就给我来个电话，他说他有个重要的客户要陪客户，电影票都已经买好了，我都已经走到电影院门口就等他了。然后接这个电话呢，我特别的委屈，然后电影票一扔，然后我也就回去了。他回来了呢，什么也不说，在那里玩手机打游戏。我没想到他背后内心戏这么多。当时他都内心戏多。对啊，当时他都表示理解了，去见重要的客户嘛，对吧？啊，当时他是理解的。对啊。这是找后账是吧？对啊，而且回来之后就不知道他怎么了，当时都说好的，没想到他那么矫情，还要我哄他。行，来，今天把内心戏全都说了。反正我就觉得吧，他就是不在乎我，因为他从家里边领养了一只猫。然后呢，他跟这个猫老是拍照干嘛的，然后当时我就有点吃醋。然后我就说你怎么不跟我照相，老是跟那个猫照相，心里面特别不是个滋味。这个内心戏说过吗？他说过吧？说过。你为啥不跟人合影发朋友圈呢？那他朋友圈也没发我呀。在这儿你的内心戏可够丰富的。那你们俩这一说就拍个合影发到各自的朋友圈里不就完了吗？他有的时候他还欺骗我。欺骗啊？我什么时候欺骗过你了？说说。因为有一次公司本来说安排我去出差的我说我要出差了，你在家里面准备干嘛？他就说他在家里边准备陪猫，因为特殊的情况嘛，出差就没出成然后我就特别的着急，我觉得他一个人在家里边也比较无聊，我就赶紧回来。但是我一回来一看，家里面没人。当时他问我的时候，确实是在撸猫但后来就是朋友打电话给我，让我出去玩嘛，我就去蹦迪了。我感觉他不应该欺骗我。我没骗他呀，当时就想说，反正他出差去了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他为什么是多一事不如？这没什么多的事儿啊。他每次出去玩的时候，他都问东问西，很烦啊。就反正他出差了又不知道。因为我在乎他，我才会去管他。我感觉他就没有以前那么在乎我。我怎么不在乎你了？就去年吧，他说国庆的时候拿5000块钱带我好好出去玩一下，我还挺开心的。然后放假了嘛，他一点表示都没有。因为那个时候10月1号嘛，人也比较多，我心想的还不如待在家里边。再说了，我也带他去苏州去玩了2天，也花了1000多块钱，对吧？在外面又累，还不如待在家里面打打游戏，然后可以做饭吃干嘛的，也能省点钱。
成年前之后呢，我也可以成年嫁妆，然后去娶她干嘛呢？你这会儿倒是还想着娶我呢哈。他是那个时候想，现在想不想我们不知道啊，这是回忆。去旅游那省的钱能省几个钱啊？而且那个上海周边吧，我早就玩腻了。啊。他带我去玩的时候也没好好玩，就一直玩手机什么的，然后回来之后就打游戏和兄弟喝酒。所以以后回来在家里也没什么事，然后我就准备想跟同事商量商量怎么把业绩给他做起来。然后我没想到他一点都不理解，反正就是还有觉得吧，我们俩之间感觉越来越不合适了。内心嘛也一直在徘徊啊，然后呢，有一次呢，我就到楼下面看到他从一个男的车上面下来，当时呢我就懵了。我当时共享吗？都跟他解释过了，那是正好和客户去吃饭，然后客户送我回来的。但是我当时问他不是这么说的，他当时说这个男的家里边有房有车，很喜欢他，想追求他。然后当时反正听了心里面受的刺激特别大。受啥刺激啊？因为居然我感觉我只是个备胎而已。我那时候也跟他解释过了，我就是故意想刺激刺激他的，因为我觉得他越来越不在乎我了嘛，我就想让他更加珍惜我一点，对吧？就这样让他有点危机感嘛，对我好一点，不然我不就被别人抢走了嘛？我这样的条件啥样的找不到，是吧？我觉得你心里确实这么想的哈。确实吧。行啊。但是我也确实没嫌弃他，不然一开始也不会和他在一起啊。我觉得吧，一个稍微有点自尊心的男人都受不了这种刺激。就是因为这个刺激，所以分的手吗？差不多。那你们当时是怎么分的呢？就是那个过年前嘛，还好好的。就突然过年回家了嘛，我本来挺开心的，想跟家里人说他的事情嘛，就觉得说我谈了一个男朋友了，现在感情挺稳定的。结果他突然不让我跟家里人说，还要重新考虑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他告诉你说要重新考虑一下，是吧？对啊。因为当时我们之前也一直吵架，为了一些小事在吵，然后我心里面那个时候也就特别的矛盾。但是他那时候吧也什么都不说就一直保持沉默。我问他吧，他都不回消息。当然我心里也肯定也慌嘛，哪个女生受得了男生冷暴力，对吧？所以我就一气之下就说，那我们就分手吧。因为结果他这个时候他倒秒回了，说好。因为当时我也感觉反正他也是认真的，然后我就直接就答应他了。那你这分手到底真分还是假分啊？真分。男生想好了要分嘛。后来呢？那我本身也放不下他嘛，我后悔了嘛，就一直找他复合，但是他又不理我。然后我想说，等到过完年吧，他肯定要从老家回上海的。结果我回上海租的房子嘛，发现他已经提早把行李拿走了。也没跟我说一声，当时其实挺失望的。因为当时过年前明明都好好的，对吧？怎么突然就这样了？因为当时就是说驾校那边让我赶紧回去考试，然后我就回去了。本来是心想着回去之后再跟他说，然后我就一直忙，没来得及告诉他。没想到他脾气这么大，然后我也就没跟他说。你不是等于在你们共同住的地方把行李搬走了吗？对，是吧？对，那就意味着说我们分手了。因为我也一直在犹豫，在徘徊，我们两个之间到底感情合不合适？我问问啊，那你现在有没有新的女朋友啊？现在没有。但是他过年都回家相亲了。因为相亲这个事情，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然后父母突然间就给我安排。咋知道的呀？消息挺灵通啊。就是他半年前吧，把我拉进了一个他和他兄弟的群里，然后我也没说过话。但是他也没想到说我还在群里，他就在他兄弟的群里发了一张照片，说你们觉得这个女孩怎么样？啥意思呀？因为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在群里面，只是说让朋友们。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发了。所以说就让朋友看一下。看啥呀？对，就说到底跟我合不合适。所以你那个时候已经把她不当女朋友看了，是吧？也不是，也在一起将近1年的时间，然后肯定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徘徊犹豫，因为我现在这个年龄嘛，也差不多到了结婚的年龄了。他比我小7岁，我觉得我现在不是为了爱情而结婚，而是为了结婚而结婚。我需要找一个可以踏踏实实过日子，可以勤俭持家的那个人。不是，那人家也不愿意跟你为了结婚而结婚啊。因为我觉得吧，现在年龄到了嘛，就是这个还有年龄的呢。对啊，30了，父母也比较着急。就是你要结婚是吧？对。但是他不是结婚对象是吧？不，那种感觉吧。姑娘，你迟迟不肯放手，到底是不甘心的，还是还喜欢他什么，或者爱？我肯定还是喜欢他，而且他也说了喜欢我，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明明2个人相互喜欢，就不能好好的在一起啊？你愿意跟他结婚吗？现在
估计可能再谈个半年1年的可能会接受吧。现在确实还，特别是他现在还出了这些事情啊。你愿意跟他结婚以后按照他的想法过他想要的日子吗？不是完全愿意吧，也要看什么事情吧。那还较什么劲呢？他不能每次都是我妥协啊，总归是2个人，他也要软一点，我也要软一点，这样才能在一起。人家现在不就让你全面妥协吗？达不到要求不就分手吗？我理解的对吗？也算是吧，反正2个人要互相尊重。既然是互相尊重，为什么他只对我有要求啊？互相尊重是说的嘛，对你有要求是真实的嘛，行吧？对于女生现在还放不下这段感情是吧？是啊。你现在是处在犹豫，还是其实已经定性了？我现在是在犹豫，在徘徊。一个是还想挽回，一个说，哎呀，我还在犹豫和徘徊。老师们帮着看看应该怎么办吧。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男生，你今天反反复复一直在说，就是我比他大，他比我小，所以我们2个一直不合适。这是好像你一直在说的话，可是我想告诉你，从心理年龄来讲，你们2个一模一样，都是2个不会好好说话的小孩子。你们俩在一起以后绝对不会当哑巴一样，然后不说话。你们俩在一起一定是要用话来表达，我关心你也好，我有不满意也好，我希望你怎么对待我也好，通通是要通过嘴巴说话来告诉给对方。可是从今天开场到现在，从你们谈恋爱到现在，你们从来没有好好说过话。而且你们俩永远是内心戏，内心戏就是我心里边希望你要达到我的要求，可是你达不到，因为我有一个幻想当中的男朋友，我也有一个幻想当中的女朋友，你们永远达不到我的要求，那我就通过不好听的话伤害你，通过这种伤害你的方式让你知道你是多么的不符合我的标准。可是这种伤害的方式是爱人的方式吗？你越是这样伤害人，越会让他要远离你，所以最后会导致你这边冲动的说要分手，你这边偷偷摸摸跑去相亲。我倒觉得你们2个如果真的能够共同拿1到2年时间，重新认真的好好说话的方式谈恋爱，也许你们还能够走得下去。但如果你们接下来的恋爱还是这种以伤害别人的方式去共同的谈恋爱的话，那不如就早点放弃。而且男生，我还要告诉给你一点，未来无论你跟哪个女生在一起生活，你心里边有什么需要，有什么想法，你也需要通过用好好说话的方式告诉给别人，否则的话，你得不到你想要的爱情，也得不到别人对你的尊重。好，谢谢周老师。来，陆琪老师。所谓代沟啊，很多人说3年一代沟，多少年代沟，其实代沟没有那么可怕，它不是对于事物的认知，而是看你们在不在一个生活的阶段上面。你的生活阶段还是我自己开心就好的时候，他不一样，他的整个心态已经我要为将来打好基础，将来我的日子应该怎么样，也没错。但是不要带着不甘去爱，不要带着欲望去爱。你以前是带着欲望去爱，你以前是带着不甘去爱。我觉得是认清楚现在当下我想要的东西，就好像你说半年1年我能结婚，我不认为1年你能结婚，真的。问问自己，1年后你真能结婚吗？结婚半年之后再让你生小孩，你愿意吗？愿意啊，因为他也是那种实在的人嘛。我也不是完全不能为了他做一些什么东西，他也从来没有真的好好跟我讲过他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我是觉得我们俩在一起还挺开心，真的挺稳定的，也没什么大矛盾。姑娘，你的直接和率真也说明了你一个问题，就是幼稚。你到底真的想过结婚是意味着什么？想过贤妻良母意味着什么？想过有了孩子意味着什么吗？不是很多人都是凑合着过嘛，还能离打？问一下自己的父母，问一下身边已经结了婚生了小孩的朋友同事，看看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然后再来考虑自己要不要结婚这件事情，好吗？谢谢。好，谢谢陆琪老师。其实有2点想跟男生说的啊。第一点，你刚才一直强调我为了结婚而结婚，你既然那么头头是道去分析生活，你就应该知道，如果没有爱情的婚姻持续不了太久，如果没有爱情的婚姻走到一起，时间长了就是牢笼和枷锁，你们到时候再生个孩子又没有爱，更痛苦。所以这个观念是错误的。不管在哪个年龄，我们结婚核心都是爱，没有爱支撑的婚姻一定是会带来痛苦和纠结的。所以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为结婚而结婚。第二个，你跟他好了快1年的时间，觉得不合适要分手，没问题，可以。
但是你要体体面面的分手，你要给人姑娘一个完完全全的交代，你不能这边还说我犹豫徘徊，没有想清楚，那边又跑去相亲，跟哥们儿说你看这姑娘合不合适，这叫不仗义。如果真决定分手了，明明白白说清楚我们不合适，我可能没有那么爱你。你如果说感恩这1年的陪伴，你也其实心里还是有感情的，那么就让姑娘去找一个真正爱她的，她也爱的人，祝福她有一段好的姻缘。而不是这么不清不楚的，还犹豫徘徊，那你才是耽误了他，好不好？希望你们各自找到自己生活的位置，谢谢。谢谢杨老师，来涂老师。把自己的相亲对象像广而告之发榜一样，被他发在自己的兄弟群里面，让大家评头论足，说你看这个女人怎么样？这难道不是一种不尊重吗？有些男人说我要找一个贤妻良母，是因为他需要一个贤妻良母，就会发生有些男人明明家里有一个贤妻，内心还不能满足，还要到外面找一个生动火辣的女子。所以我在想，如果他对婚姻是这么功利的一个需求的话，只要把你娶进了家门，他就会把你放在那儿。一个很显然的，如果你真的需要找一个贤妻良母的女人，在你该结婚的年龄跟你好好过日子，你明明知道她不是，你为什么还要招她？因为当初还是挺喜欢她的。当初喜欢是喜欢，但你当初认识她，了解一段时间之后，你就知道她不是你心目当中的贤妻良母啊，你是知道的。刚开始不知道，后面才慢慢了解才知道。真的吗？真的。你信吗？我信啊，他肯定还是放不下我的。是，那我就无话可说了。那你们俩就好好在一起，你就好好做他的贤妻良母，好不好？我也想啊，他不愿意呀。祝你们幸福。好，谢谢涂老师。哎，姑娘，就反正到我这岁数吧，我翻译一下4位老师的话。4位老师的话，觉得其实你们分手的话呢，对你来说未见得是个坏事儿。第二呢，我就刚才在旁边看嘛，我就听嘛，我就在想，我是感慨人性是很复杂的，就是一个看起来好像特别自信的人，对吧？应该有很多人追我呀，我的相貌不差呀，难道我不够聪明吗？其实他做的所有的事情，好像都没他表现的那么强势和那么自信，尤其在这段关系里。我只是不懂他而已啊，对啊。但我觉得我们俩没什么毛病。我没说毛病啊，你们俩的关系谁弱谁强？你告诉我。那是因为我认定了他嘛。对啊，因为你认定了他，所以你就变弱了嘛。女人不都这样吗？这是你的认知嘛。你仔细的想一想，这个男生吸引你的是什么？今天复合之后，突然有一天你要跟他分手，是个什么局面？你不可能否认说我这一辈子不会跟他分手吧？毕竟还没到那一天嘛。对啊，不能想象。现在他活的世界叫做我不能分手，所以你得听我的。恰恰这个时候他的经验是起作用了，是说今天他是这样的，半年之后还不知道怎么样嘛，对吧？有这个担心吧？对，男生肯定有这个担心嘛。所以女生你现在所表现的所有的强势，这不跟自己较劲吗？当然你愿意要求跟人家和好，但是和不和好是他的权利，所以你要想清楚，果断干脆是你应该做的事儿。分手这件事儿就是这样。当然你有权利说我不分，人家也有权利说分。你冷静下来想一想，接下来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我就希望他能放下他心里的那些事儿。既然还喜欢我的话，我们俩就好好在一起。有什么摩擦矛盾，情侣之间都是正常的嘛，就好好解决。而且他不跟我在一起，他也这么大年纪了，也不一定能够再找到一个更适合他的、更好的。其实我们2个人在一起呢，1年多时间，我们也开心过，也累过，但是呢，我也一直在包容你，希望你能有所改变。所以说我现在内心也特别的纠结矛盾，不知道我们2个之间还要不要再继续下去。
请开箱。取一下各自存的记忆啊。女生存的是什么呀？这几页纸是什么？一份旅行合同。好，去哪儿旅行啊？去四川。哦，就是你交了钱了哈？对，我们俩也没好好出去，真的出去好好玩过嘛。哦。就想如果能够和好的话，希望两个人可以开开心心的出去玩一玩。哦，行，男生那是什么呀？你知道那是什么吗？不知道。那是 CD 机，你知不知道它是干嘛的？放磁带的。不对，它是放碟片的。可以说呢，这就是相当于我们两个人的代沟，因为你永远理解不了我。回吧，两位，回吧，回吧，啊。来，请关门啊！这个还是比较有悬念的。我们看看这两位年轻人自己的选择是什么，请开门。欢迎来到伊北诗爱情。抱一把手当作从没有在一起。来。好不好？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你有话就说，没话可以回去了啊。算了吧，我没想到他真的这么绝情。就因为遇见你。这个对你来说是个好事儿啊，对吧？他把态度给你表达的特别明确，就是曾经爱过你，现在我不再爱了，我们好好的分手吧。有的人说不清楚哪里好，但就是谁都替代不了。时间会让你忘记一切的，你还会爱上一个人。下次再爱的时候，就像这次一样，投入去爱，但是学会感受对方，别老在自己的想法里了。我给你个建议，我也不是一个这么任性幼稚的想法，我觉得我还是同龄人中算比较成熟的了。我以为我们两个。其实这跟你是否成熟，你是好是坏，你是任性还是宽容都没有关系，它只跟一件事儿有关。我不愿意再跟你走下去了，明白了？他一定会后悔的。谢谢，请回吧。